就在几个月前，台北的一间实验室里发生了一幕，足以让美国科技精英们陷入沉默。那是一场没有记者会、没有新闻稿，甚至连台湾本地媒体都几乎没察觉的低调访问。一个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矽谷科技巨头研发总监以及美国国防部技术顾问组成的代表团悄悄降落松山机场。没有铺张排场，只有几辆低调的黑色车队，把他们送往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研究园区。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这些人平日里站在全球科技食物链顶端，动辄掌控上百亿美金研发预算，手里握着最先进的专利和实验室成果。他们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常规的国际交流，顺便看看台湾的半导体工艺。但当台湾科学家缓缓揭开一块黑布，展示出那块特殊的材料时，这些美国人一个个眼睛瞪大，喉咙发紧，场面一度静得能听见呼吸。终于有人打破沉默，那是一位长期在美国国防部任职的技术顾问，他声音发颤，却字字铿锵，这东西比晶片还可怕。短短9个字像石子投进湖面，瞬间在全球科技圈掀起层层涟漪。要知道，晶片已经是现代科技最核心的命脉，美国为此不惜重金打造晶片联盟，祭出各种禁令来限制中国。而现在，美国专家竟然亲口承认，台湾研发的这项技术比晶片更有威胁性。那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按下悬念，回头看一个更大的问题：台湾凭什么？提到科技强国，几乎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美国、苹果、Google、Meta。这些名字几乎成了科技的代名词。美国的科技模式向来是大而全，他们不满足于单点突破，而是要打造一个庞大的生态闭环。手机、操作系统、广告平台、云端服务全都收在自家手里，形成一张无形的大网，把用户牢牢困住。举个最典型的例子，苹果它不只是卖手机，而是卖一整套体验，硬体是自家的，软体是自家的， App Store 掌控着所有应用， iCloud 绑住了用户的数据，你一旦进入苹果的世界，就很难再出来。正是这种封闭而庞大的模式，让美国科技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也让美国牢牢占据全球科技霸权。但台湾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台湾企业很少搞面面俱到，他们更擅长在一个小点上做到极致。台积电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不造手机，不卖电脑，甚至没有自家品牌，它只专注在晶片制造上，尤其是最难啃的先进制程。当英特尔还在为10纳米工艺抓耳挠腮时，台积电已经量产5纳米晶片，如今更是冲刺2纳米。这种专注一个点做到极致的打法，让台积电成了苹果、高通、AMD 无法绕开的唯一选择，而台积电恰恰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人一直误解台湾，以为它只是个代工厂，新型、便宜、可靠，却没什么创新力。外国媒体习惯用 Silicon Island 来形容台湾，仿佛它存在的意义只是帮别人大规模生产晶片，可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台湾有大量的隐形冠军，比如全球超过90%的高阶相机镜头都来自台湾某家低调企业。电竞主机板、伺服器主机板，世界大部分出自台湾设计制造。再比如太阳能电池，台湾的转换效率全球领先，还能在成本上压下对手，早就进入欧美高端市场。而这一次让美国人震惊到失语的，并不是半导体，而是一项完全不同的黑科技——智慧材料。说起智慧材料，这不是一个新名词，欧美的研究论文里早就有各种概念，能自我修复的材料，能感知环境的材料，甚至能学习的材料。但问题是，这些想法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或者只在实验室做出小块样品，距离真正应用差着10万8千里。台湾的科学家们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们从15年前就埋头研究，不追风口，不喊口号，选择了一条几乎没人愿意花精力的冷门路线，让材料自己拥有感知与修复能力。当时全世界都在谈云端、AI、大数据，台湾这一小群科学家却决定，哪怕孤军奋战，也要把材料变聪明。他们的想法听起来疯狂，如果材料能像有生命一样，知道自己哪里破损，知道外界环境冷热变化，甚至能调整自己的结构，那未来所有的产品都将被颠覆。15年过去，结果令人震撼，他们真的做到了。这种新型智慧材料拥有2大突破性能力：自我修复与自我学习。
先说自我修复，材料受损时，比如出现裂痕或刮痕，它能立即启动内部机制，把裂痕愈合，恢复原状。想象一下，如果汽车外壳用这种材料，小刮痕根本不用修理；如果建筑外墙用了它，几十年依然像新的一样。再说自我学习，材料内部嵌入了微型感测器，这些感测器能实时感知温度、湿度、压力，然后把讯号传给材料内部的神经中枢。材料随即会做出调整，夏天它能自动提升隔热能力，冬天它又能提高保温效果。换句话说，你住在一栋会思考的房子里，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空调或暖气，光靠材料本身就能节能。这难度有多高？在传统材料科学里，只要往分子结构里加入外来物，性能就会下降。但台湾科学家通过一种创新的分子重组工艺，让感测器和材料本体完美融合，反而让材料更坚韧、更灵活。最重要的是，美国实验室里仍停留在理论与样品阶段，而台湾团队已经走到产业化。他们不仅做出了实验室样本，还实现小规模量产，并在实地测试。换句话说，这项技术已经准备好走进现实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专家会说比晶片更可怕，因为晶片再重要，它的用途还是集中在电子产品上，而这种智慧材料一旦普及，几乎能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那些美国专家看着智慧材料的演示，他们的表情几乎能写进一部纪录片。起初是呆滞，随后是紧张，再后来则夹杂着羡慕与不安。要知道，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科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平时主导的项目预算比一个台湾研究院1年的经费还高，背后是整个美国科技体系的支持。可偏偏这次他们不得不承认，台湾走在了前面。最刺痛他们的地方不在于概念，而在于落地智慧材料的想法。他们早就听过，甚至自己写过论文，但始终没能走出实验室。台湾人却把理论变成了现实，还小规模量产。对习惯了美国第一的他们来说，这一幕无异于当头一棒。其中一位麻省理工的材料专家私下说过一句话：我们在美国写的，台湾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在想象的，台湾已经拿去测试了。这句话后来被同行传开，成了美国科技圈里一个沉重的警钟。要理解这种震撼，就得回到台湾科技模式的根源。美国科技企业讲究资本运作和生态扩张，一个概念一旦火了，就会疯狂烧钱、讲故事、抢占市场份额。可台湾不同，台湾的科学家们常常10年如一日，钻研同一个冷门领域，看似不起眼，却在关键时刻爆发出威力。半导体如此，智慧材料也是如此。台积电能在先进制程上领先英特尔5年，靠的不是一时的灵感，而是几十年持续打磨工艺的积累。智慧材料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15年默默耕耘，不追热点，不管外界嘲笑冷门，结果却让全球巨头瞠目结舌。这背后折射出一个事实：规模并不等于创新力。美国体量再大，也未必能在每个领域拔得头筹。而台湾虽然国土小，却能在某些核心领域走到世界最前列。这也是美国专家真正的恐慌所在，因为这意味着全球科技霸权已经不再是美国独有的专利。那么，这项智慧材料究竟能干什么？为什么会被评价为比晶片还可怕？想象一下，你住在一栋会呼吸的房子里，夏天外墙自动隔热，冬天自动保温，完全不需要空调暖气，也能保持舒适温度。对房东来说，能源费用直接省下1半以上；对政府来说，这相当于一座城市的碳排放骤降。再看看汽车产业，车主最烦的就是刮痕，传统材料只能打蜡补漆，而智慧材料能自我修复，几分钟就能恢复如新。更绝的是，它还能根据车速调整分子排列，让车身更符合空气动力学，从而降低油耗或增加电动车续航。想象一下，未来的电动车续航从500公里提升到700公里，仅仅因为外壳用了智慧材料，这会让多少企业眼红？电子产品同样如此，手机外壳再也不用贴膜，哪怕掉到地上也能自我愈合。更重要的是，它能根据运行情况自动调节散热，让电池寿命延长，发热问题不复存在。而在医疗领域，这项技术的潜力更是颠覆性的。
人工关节、心脏支架这些植入体，如果采用智慧材料，不仅能实时感知体内环境，还能自我修复，大大延长使用寿命，减少患者2次手术的痛苦。这一切并不是科幻，台湾的实验室已经在实地测试汽车零件和建筑材料，最快2-3年，第一批应用产品就会上市。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真的能用上不会刮花的手机，永远光洁的汽车，甚至会自己调节温度的房子。这才是真正让美国专家失语的原因。美国专家回国后，气氛立刻变了，国防相关机构迅速开会，商讨是否需要介入。科技公司高层也纷纷表达焦虑，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不只是一个新产品，而是一场可能改写产业格局的革命。想象一下，如果智慧材料大规模应用，全球多少行业会被颠覆？建筑、节能产业、电动车市场、消费电子，甚至医疗器械都将被重新洗牌。这意味着美国苦心经营的生态体系可能会在基础材料层面被台湾截胡。苹果再强大，也得依赖台积电做晶片。如果未来智慧材料掌握在台湾手里，那些美国巨头就不得不低头谈合作。美国媒体起初保持沉默，似乎不愿扩大这件事的影响，但内部报告已经传遍硅谷和华府，有人甚至直言，这比当年台积电崛起还要危险，因为台积电只影响电子产品，而智慧材料几乎影响所有产业。而台湾这次的选择更让美国坐立不安。过去很多国家一旦有突破，通常会急着卖专利、换现金，或者寻求和美国深度合作，可台湾的团队没有。他们坚持核心技术绝不外流，从理论设计到分子配方，从感测器设计到量产工艺，全是台湾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关键环节掌握在别人手里，这让台湾第一次拥有定规则的资格，要卖给谁，不卖给谁，全由自己决定。这在国际科技史上极其罕见，因为大多数新兴技术多少会依赖美国的软件、日本的精密材料或欧洲的专利，但这次台湾完全自主。这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台湾不仅是地缘战略的要诀，更是全球科技创新不可忽视的力量。消息传开后，国际反应接踵而至，美国当然动作最快。除了原本的访问团，他们又派出一个更庞大的代表团，带上了更多国防科技顾问、投资机构代表，直接飞到台湾，开口就谈投资与合作。日本也不甘落后，他们派出由多家材料巨头和大学教授组成的团队，表示愿意在生产设备和市场推广上提供支持。韩国几大财阀也立刻行动，希望能在电动车和电子产品领域率先取得合作机会。欧洲则态度微妙，德国和法国的代表团纷纷来台，暗示愿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他们来说，能在美国与中国之外找到一个新的技术支点，无疑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更微妙的是，媒体的态度也迅速转变。过去谈台湾总是强调全球供应链一环、晶片代工王国，可现在越来越多媒体直接使用 Taiwan Tech 来形容，把台湾放进创新者的叙事里。这种转变不只是词语的变化，而是一种认知的重塑。台湾不再是代工小岛，而是原创科技的领跑者。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项技术并不是做出来就结束，而是会不断进化。团队内部其实早就把路线图写得明明白白。第一代让材料自己感知、自己修复；第二代让不同材料之间对话；第三代让材料在刚与柔、导与绝、散热与保温之间按需切换，像一把会变形的钥匙，去打开不同产业的门锁。先看第二代，他们给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群体材料。什么意思？不是一块材料自己变聪明，而是一栋建筑，甚至一台车身上的不同材料之间能互相交流。外墙感到热浪袭来，会提示窗框改变微结构，以减少辐射增温；屋顶检测到突发强风，立刻通知梁柱提升局部刚性。整栋楼像是长出神经系统，遇事会先通报再协同。这不是多装几个传感器那么简单，而是材料层面的协议，每一种材料都能用最少的能耗做最对的调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物理层的分布式操作系统。第三代更狠，可切换的物理属性。平时手感柔软、抗冲击性一般的外壳，瞬间遭受碰撞时，在毫秒级变硬，像汽车的隐形安全气囊。待危险解除，又恢复柔软，方便贴合复杂形状。
电动车的电池舱外壳在冬天变得更保温，减少低温衰减，夏天则立刻擅长散热，把热节平安度过。无人机在高速飞行时，机壁材料变得更刚性，抑制抖动；进入室内巡检时，又恢复柔韧，避免轻碰击损。你会发现，很多看起来是系统工程的难题，若把智商塞进材料里，问题反而变简单。系统少了很多复杂控制环节，稳定性却更高。有人会问，这不是科幻吗？难点在哪里？难在3件事：尺度、耦合、量产。尺度指的是感测与可逆结构在纳米、微米宏观之间的尺度，连续性既要分子层的响应，又要宏观可见的效果。耦合指的是电热力之间的交互，别打架，你为了导热做的改性，不能把力学强度搞崩。量产指的是实验室里能做一片奇迹材料不算本事，能稳定、可重复、良率过关地蹲级生产才是王道。台湾团队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发明点子，而是把这3件事按部就班地啃下来，这就是15年，慢就是快的价值。接下来是更现实的问题，怎么落地？台湾没有选择一把卖专利，也没有选择全靠政府补贴，他们走的是3条腿。第一，腿学研共创高效与工研体系，做前沿机理与关键工艺突破，维持技术护城河。第二腿，龙头牵头，让在半导体精密制造设备整合有积累的企业，先把可量产的首批产品打出来，证明技术市场闭环能跑。第三腿，专业园区不是简单盖厂，而是把材料设计、前驱体、合成微型感测、封装、成型设备、可靠性验证、应用试验线全塞进一个生态内，减少从这边送那边的折损与沟通成本。外界最关心的数字怎么说？谨慎点，别乱喊天花板。以应用带动产值的保守测算，如果智慧外墙在建筑节能里拿到哪怕1%、2%的全球新建与改造市场渗透，叠加后维护节能服务，几年内就可能形成100亿级新台币的年产值体量。若电动车外壳与热管理部件拿下头部车企的2-3个车型批量定点，体量还要再翻。关键不是一次的订单有多大，而是复用性。同一技术站跨行业迁移，边际成本越滚越低，护城河越滚越厚。这套打法的深意在于把材料的智商做成平台。平台意味着2件事：一是通用能力能被不同应用2次开发；二是数据工艺的反馈不再割裂。过去材料研发常常断在论文、样品、试产、量产的某个环节，现在把链条压缩到一个园区、一条路线上，反馈周期从季度变成周，优化节奏，直接提速一个数量级。再说国际博弈，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都来了，态度各不相同。美国希望深度绑定，最好把核心产线拉去本土，或至少放在盟国。欧洲强调可持续与标准，想把它纳入绿色建筑与低碳认证的体系里。日本在设备与材料细部工艺上诚意十足，愿意做放大器。韩国看准电动车与显示面板的升级点，想要先拿几个场景落地。台湾的回答是：合作可以，核心不卖，能共建应用，能共建标准，能共担风险，但不可把灵魂交出去。理由很简单，一个新兴平台最值钱的不是当下的某条产线，而是不断迭代的工艺 know-how 加数据。一旦核心配方与制程被拆散拷贝，护城河就成了别人家的护城河。当然，这条路并不轻松，你必须面对3道关。标准关，谁来定义智慧材料的性能等级、可靠性、寿命、回收友好度？如果由别人定，先天矮一截。供给关，核心前驱体与关键设备要自主掌握，不能卡一个阀门等半年。人才关，既懂材料又懂工艺，还要懂系统落地的复合型人才从哪来。为此，台湾拿出了长线打法：一是把标准做成开放主导的组合拳，对外公开测试方法与指标框架，拉上欧洲在可持续与循环经济上的权威机构共建白皮书，既透明又掌握话语权。二是把供给做成去单点依赖的网格化核心原料多路径供应，关键设备本地与友岸双线布局，避免单点脆弱。三是把人才做成学研产用的旋转门，研究生不再只写论文，还要在试验线上做可量产的验证题，产业界的工艺专家回流校园做联合课程，缩短从会做到会放大的距离。有人会担心环保与回收问题，材料变聪明，
会不会更难回收？这恰恰是这代技术要一出生就带解决方案的地方。设计之初就把可拆解、可二次利用的逆向流程写进材料基因里，包含可逆交联、低能耗解聚、可分选的感测模块、封装标准。简单说，不是先造出来再想怎么回收，而是按终局思维倒推设计，让回收容易成为商业上合理的选择，而不是良心工程。把镜头再拉远一点，这对全球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它改变了智能的位置。过去我们把智能塞进芯片和软件里，再让硬件听命令。现在我们把智能长在材料里，系统复杂度下降，响应路径缩短，成本结构也会被重写。第二，它改变了供应链的重心。当材料本身会自适应，许多过去依赖复杂部件的环节就可以被简化甚至省略。权力从系统集成商回流到材料平台方。第三，它改变了地缘科技话语权。谁握有可量产的智慧材料平台，谁就能在建筑节能、交通电动化、医疗器械可靠性这些国家级项目里拥有入场券加定价权。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细节：时间常数，芯片工艺的迭代快，但终端换机周期也快。材料一旦进入建筑、交通、医疗，生命周期往往以年甚至10年计。也就是说，今天的领先不是明天的一个季度报表，而是未来一个产业世代。慢变量一旦被掌握，优势会非常稳固。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如果这是平台级技术，其他国家一定会追，台湾如何持续拉开差距？答案有2点。其一，数据闭环。只要率先进入实测量产与大规模使用，场景数据会反哺材料模型与工艺优化，形成别人复制不了的经验壁垒。其二，多场景协同。不要把自己封死在某一个明星赛道，而是同时在建筑、汽车、电子、医疗4个板块布点，让技术在不同环境中交叉训练。这会让平台的泛化能力远超对手的单点突破。回到最初的那句评语，比晶片还可怕。可怕不在吓人，而在普世。晶片改变了信息世界，智慧材料则要改变物理世界。墙体、车身、外壳、植入体，日常触手可及之处都将焕然一新。当智能从屏幕里溢出，成为看不见却随处可感的底层能力，人类制造业的范式才算真正发生转移。最后说说台湾，很多年里，它被冠以代工王国的称号，似乎永远在给别人打下手。而今天，它用一条耐得住寂寞的路线，给全世界上了一课真正的护城河。来自10年磨一剑的底层能力，把精力放在最冷门、最难啃、最不显山露水的地方。等到某天技术成熟到不解释也能打动人的程度，市场与话语权会自己找上门。这不是鸡汤，这是产业规律。规模可以收购，流量可以购买，故事可以包装，但工艺与经验，尤其是把实验室变成工厂的本领，只能靠时间和坚持堆起来。你也许会问，故事到这里，结尾是什么？真实世界里很少有结尾，这只是开端。第一批应用会先在受控场景落地，标准会在博弈中成型，资本会一拥而上，也会冷静退场，技术会在一次次把样品摔到地上的可靠性测试里变得越来越像钢铁，而不是纸上谈兵。几年之后，当你摸到一面会呼吸的墙，开一台自己变形的车，拿起一部不会刮花的手机，或者当某家医院宣布植入体无需2次手术的5年随访数据通过，你会很自然地接受，原来智能材料已经是日常，就像当年的触控手机，来时无声，转眼之间无处不在。而在这些理所当然的背后，有一群人花了15年，只做了一件事，把材料变聪明。故事讲到这里，悬念没有消失，只是从能不能变成了能走多远，答案在时间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那位美国顾问说出比晶片还可怕的时候，世界科技的地图已经悄悄挪动了一格。台湾不再只是别人的供应链节点，而是下一代工业文明的坐标点之一。很多人可能会想，台湾面积这么小，资源有限，凭什么能在这种战略级技术上跑到世界前面？这其实揭示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规律：创新不是国土大小的函数，而是专注时间的函数。当别的国家一窝蜂追逐风口，台湾的科研团队选择在冷门赛道里花10几年去啃一块硬骨头，结果就是别人做得快热闹，
但3、5年后换赛道讲新故事，台湾看似慢，却越走越深，最后在关键节点直接弯道超车，这不是运气，而是结构性的优势。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科研环境里，长线耐心比短期流量更值钱。一个研究员做20年单一课题，不会被笑成钻牛角尖，反而被视为坚持与专业。工业界也习惯跟科研机构长期绑定，大家认定有些东西就是要慢慢打磨。再说经济层面的冲击，台湾政府粗略估算过，智慧材料产业若全面铺开，未来10年有望带来数千亿新台币的产值，直接或间接创造超过10万个高薪岗位。而这还只是保守数字，因为它不是单一产业，而是跨产业的基础技术，溢出效应极强。想象一下，当台湾掌握这种材料的全球标准，不只是卖产品，还能卖认证、专利使用权、工艺许可。这就像台积电不仅赚制造的钱，还间接决定了全球电子产业的节奏。智慧材料一旦成为产业级平台，台湾在全球的科技地位将彻底重塑。过去，台湾被人称作 Silicon Island， 意思是代工晶片的岛屿。未来或许会被称作 Smart Matter Island， 智慧材料之岛。更深远的意义在国际政治。美国一直把台湾视为半导体护城河，甚至直言台积电是民主世界的龟盾。可若智慧材料崛起，台湾的战略价值不再只依赖半导体，而是扩展到建筑、交通、能源、医疗这些领域。对美国来说，这是双重保险；对欧洲来说，这是摆脱对中美双重依赖的支点；对日本和韩国来说，这是必须要深度绑定的合作伙伴。换句话说，台湾的议价能力将比过去更强。过去台湾谈判时，总要顾虑我只是代工，没话语权。但当你掌握原创核心技术，你就能自己定价，决定谁能进来，谁要被挡在门外。这就是美国专家口中的比晶片还可怕，因为晶片再重要，也只是信息世界的核心，而智慧材料却是物理世界的根基。当根基被改写，所有行业的规则都会重写。说到这里，有人会问，台湾会不会因此被围堵？可能性当然存在。别忘了，美国习惯用技术联盟、出口管制来稳固霸权，可不同的是，这次台湾不是追随者，而是原创者。别人想围堵，得先承认台湾是老大哥，这让台湾的国际地位第一次出现质的飞跃。而台湾自己也很清楚，不能高调自满，而要低调务实。就像当年台积电一样，选择的是闷声发大财。智慧材料团队已经公开表示，不会轻易授权核心配方，更不会让关键制程外流。合作可以，但底牌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既开放合作又死守核心的策略，才是台湾真正的护城河。再说人心的层面，这件事让台湾社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不少年轻人对科研兴趣不大，觉得辛苦又没钱，更愿意投入金融、互联网、短视频等快钱行业。但智慧材料的故事重新点燃了社会对科研的敬意。当媒体报道 MIT 教授当场失语的画面时，很多台湾学生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我们的科学家真的能震撼全世界。这种自信比任何 GDP 数据都来得更珍贵。这也是台湾最大的收获，不只是钱和产业，而是国民心态的改变。从我们只能代工到我们能原创，这种认知的转变会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发酵。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整个脉络。一开始是美国专家的震撼，一句比晶片还可怕，把悬念拉满。接着我们看到台湾与美国科技模式的差异，一个追求大而全，一个坚持小而精。然后智慧材料横空出世，从自我修复到自我学习，再到群体协作与属性切换，颠覆了传统认知。接着国际社会的反应，从美国的紧张到日本、欧洲、韩国的积极追随，甚至全球媒体话语的转向。最后，台湾的长远布局、产业园区、标准制定、人才孵化，让它不只是一次性突破，而是一场持续的创新浪潮。这一切加在一起，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会说出那句话，因为它不仅是一项技术，而是一个时代的信号。未来的制造业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有智慧的存在。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收尾：晶片改变了人类如何计算，智慧材料将改变人类如何生存。当你的房子会呼吸，你的车会自愈，
你的手机永远如新，你的身体里有懂得修复的关节与支架，那时你回头再看，会发现台湾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悄悄埋下了这一切的种子。而当种子开花，整个世界都会记住，这个小岛从来不是配角，